形状出来，我其实蛮惊讶的，觉得谢医师蛮厉害的，对，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美，就是也有觉得它变得很阳刚这样。头没有特别感觉有变比较重，摸起来的话，就是手术前我的头就是它有歪斜的，摸起来是不平整的。那手术完之后，它就变得很圆滑、很饱满这样子。手术后我是摘除引流管之后才开始洗头。那照顾伤口的部分，因为伤口是在后脑勺，所以还是需要请家人就是帮我擦药膏这样子。手术是不需要剃任何头发的，也不用在手术前去剪头发这样。对，那手术后会不会留下明显的疤痕的话，就是任何手术都一定多少会有疤痕。那你只要依照医生的指示，就是好好的去照顾你的伤口的话，疤痕会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那时候刚做完的时候，因为它还在肿胀的关系，所以还看不出明显的效果。但随着时间它慢慢消肿之后，形状出来，我其实蛮惊讶的，觉得谢医师蛮厉害的，对，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美，就是也有觉得它变得很阳刚这样。我觉得我有比较喜欢拍照，发型的话也比较勇于去尝试比较短的发型，因为以前都可能觉得自己的头型不好看，然后额头很扁，所以都习惯用很长的刘海去遮掩自己的脸这样。那现在就不会有这种感觉，而且连设计师都说我现在的头型不需要去过度的去调整我的发型，就很好剪这样。就是我的脸跟整个头型，因为以前总觉得那个照片看起来都是脸歪一边的感觉。虽然说我没有整颗头去调整，就是只有做额头跟后脑勺的部分，可是我觉得歪斜的部分调整回来之后，看起来就差蛮多的，有变得比较男性化一点。可能我的五官，很多人都会说看起来蛮立体的这样，但是因为这一块其实男生跟女生看起来还是差蛮多的，尤其是侧脸的部分。对，那现在有了眉骨之后，我觉得看起来就会更像男生这样子。应该是从国中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太一样，可是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跨性别这个族群的存在，所以就是还在摸索自己到底是定位是什么。后来知道有跨性别之后，才上网做了很多功课，对，然后才开始看医生，然后用药这样子，然后就走到今天。对，家人一开始也是蛮冲击的，因为就是一开始从要去接受我喜欢女生这件事，然后到现在又要去接受说原来我是男生这件事情，他们其实会觉得蛮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好好的沟通，然后去解释，跟慢慢的这样子这几年来的相处，他们其实到现在也都接受这样子。我觉得还没有像我预期的那么的好。其实我们圈内的很多前辈跟很多医疗方面的，就是医生啊那些，他们其实都在为这块一直在努力，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再更友善一点。每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有时候就是可能生在这个性别，或是他长这个样子，都不是他们自己想要，或者是他们可以决定的。所以不要去投射太多异样的眼光。对，那你们接不接受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可是你们可以给予尊重就好，就不要去太过多的批评，这样子世界上就会更多的温暖。这样，对。
面部男性化手术，选择风华，给自己一次改变的机会。